快点开门！快走！快走！还是让他们找到了。此地无宜久留，没时间多说了。开门！他们来了不少人，我下去抵挡一阵。快开门！我跟他们一交上手，你务必马上趁乱离开。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这么些人？等等，怎么了？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岳父大人，不知您老人家是如何到了梅城县？女婿贼不把岳父放在眼里，可我这个岳父却不忍心让女婿单身涉险呐。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。说得轻巧。要不是你岳父的侍卫暗中护着，你早成了人家的刀下之鬼了。岳父大人，那天的街头打斗也是您老人家在暗中保护。你以为披着一张假钦差的虎皮能唬人多久啊？你岳父才是真正的皇命钦差。那是。岳父大人，既然小婿还是一介白衣，那我就不跟您行官场之礼了。嗯？你不是拿到官凭了吗？是啊，在。嗯？怎么成了一张破纸了？这是官凭啊！世上有多少人为了这场东西寒窗如苦，梦寐以求？你怎么就不知道珍惜呢？嗯，知道珍惜。岳父大人，自从玉珍手上接过这张官凭以后，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京城去谢过岳父大人。可是今天呢，我拿着我的官凭给卢老大人看，这个老人家他不信任我，非说是假的，拿到灯下细看，结果给我烧掉一角。你说老东西可恶不可恶？可是我听玉珍说，你好像看不上这小小的大理寺丞。岳父大人，您是钦差，有皇命在身，今天就不谈私事了吧？好，先谈正事。你先说说，孟知县究竟是如何殉职？岳父大人，据小婿看，孟知县死于谋杀。那竹知县呢？也是谋杀。率河之滨，莫非王土。这梅城县一帮小污吏，仗着山高皇帝远，不树王道，目无王法，简直是胆大包天。贤婿，来。此人，你不会陌生吧？岳父大人，杨主簿是如何到您手上的？为父深知此处险恶，已在各处布下天网，凡是可疑人等，绝都逃不出这梅县山城。贤婿啊，此番你我翁婿联手，一定把梅城县的这帮小污吏一网打尽，为朝廷建下奇功，也图个日后前程似锦。岳父大人，可是以小婿看来，这梅城小吏定有后台啊。你所怀疑知州府？若没有知州府做后台，一帮小吏怎么敢为所欲为？罗怀德可是朝中老臣呐，他在梅州几十年，根基非浅。你想动他，可要三思而行，不然的话，钦差大人，您此行不会只治污吏，不惩贪官，更不会对同僚网开一面吧？你呀，就是年轻气盛。年轻气盛又如何？难道前2任知县不一样是您同朝弑君的朝廷命官吗？一个命丧天涯，一个葬身火海，难道为了这张老面子，您就可以法外开恩？站住！
你以为你岳父也是齐人同党吗？我以为钦差大人为虎作伥。住口！在朝我是皇命钦差，在私我是你岳父泰山。我话说半截儿你就乱棍如雨。我担心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打狼不死，反被狼咬。你懂吗？不懂。你不要吼，你听我说完。没成顾及，你该知道积重难返。以前早有人查过，但是都查无实据，反落个捕风捉影、扰乱民心之罪。我深知你从小学你父亲有一手断狱绝技，此番你来梅城，无疑是建功立业的大好良机。可是事涉官场，此举成则一鸣惊人，败则前功尽弃。若无10成胜算，万不可贸然行事。你这样看着我干嘛？这话好像跟我说过。胡说！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这些话？好像是在梦里吧。莫名其妙。哦，我对卢怀德其人并不陌生。此人大智若愚，绝非等闲之辈。你可知道，他是仵作出身？您说他是仵作出身，而且精通御史，早年的名声不在你父亲之下。这就全对上了。你对上什么了？钦差大人，我敢保证，2任知县的谋杀者就是卢怀德。你若想打虎必死，须有确凿证据。不好，赶快去墓地。站住！别动！别动！姑娘，你值那么多纸钱何用啊？你终于开口说话了。这个呀，是用来祭奠我父亲的。你父亲？你听说过竹知县吗？竹知县，就是半年前失足掉下落马坡摔死的竹知县吗？不，我父亲不是失足掉下落马坡摔死的，他是被人谋杀的。就像你的表哥，那么强壮的身体，怎么可能会掉下悬崖呢？啊不，可我和我表哥摔下悬崖的时候，没有人谋害啊。宋大人已经查验过了，你的表哥是中毒而亡，一定是有人事先给他下了毒。他路过落马坡的时候，毒性发作，这才掉下悬崖的。不，哎，黑三儿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他怎么会对我们下这么重的毒手？他是谁呀？不，我不知道。姑娘，是有人想要对你们下毒手，那是因为你们知道一个秘密，而这个秘密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。他们是想要杀人灭口啊！姑娘，我要是把一切都说出来，钦差大人能饶了我吗？你就是让钦差大人救的，而且他还冒着险去抓药帮你疗伤，所以你才活到了现在。姑娘，快，我要见钦差大人。真的，哎，你等着啊！宋大哥，宋大哥，他终于开口了。和我一起摔下落马坡的那个男人，是我的表哥，名叫黑三儿。他是卢知州养的一名杀手。在我们临走之前，卢知州命黑三儿杀死杨主簿。黑三儿他本想与我远走高飞的，便向杨主簿勒索50两黄金。
贤弟，愚兄为你报仇的日子到了。岳父大人，小婿请命，明日收网。宋先生，宋先生，二位大人，宋词可以开始了吗？钦差大人在此，哪有我说话的道理？卢大人客气了，本钦差就全当是福气了。宋词，今日之戏唱得如何，就全听你的了。宋词遵命。好。当宋某到了这被官场中传说的龙潭虎穴的梅城县境内的时候，却看到了一出活生生的好戏啊！这出活剧的主角不是别人，正是这位在座的卢知州，卢大人。宋大人既然有如此癖好，那老夫就全当是瓦舍听戏，如何？卢大人的意思是让宋某把这个戏接着往下唱。老夫就洗耳恭听吧。宋某定让卢大人心服口服。宋某方才说道，这出活剧的主角是卢大人，恕我不恭。这话要从宋某见到卢大人的第一面说起。那一面，老夫办不了你们，朝廷也会派能臣干将，迟早揭开孟知县这个谜。如果说刚才那一幕只是卢大人的粉墨登场，那接下来卢大人的厚重官德，真是让宋某几乎感动得落泪。开棺验尸是。放肆！宋先生千里迢迢从京城赶来吊唁网友，看一看网友的仪容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你们何故阻拦？该不是你们在尸体上做了什么手脚？老夫跟你说实话，老夫绝不相信那是意外事故。孟知县之死是被人谋杀之后纵火焚尸。老大人有什么证据吗？老夫要是有一丝证据，早把那些县衙小吏治罪了。你要不看在老夫的面上，也得看在孟知县是你生死之交的份上，要把他遇难的情况查个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。孟知县在天之灵有个安慰，让老夫对朝廷也有个交代。不过依在下看来，孟贤弟确实死于大火。就算孟知县是死于大火，难道就没有人杀人放火灭尸吗？经您这一提醒，我倒是想起来了。可否允许在下去火烧现场看看？哎呀，你跟老夫想到一块儿了。正是这位知州大人的提醒，并亲自带着宋某赶到了火烧现场。宋先生在现场查出什么遗像端倪？火场出情已经面目全非，除非亲眼看见，谁也无法知道这场大火是怎么烧起来的，更不敢对孟知县的死因妄下断言。亲眼所见，对，一成。
义成，不好了，义成上吊死了！吊死了。当宋某赶到狱中的时候，见到的却是一位3天以前就上了吊的死人。至此，所有线索全部中断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宋某才忽有所悟。自从进了这梅城县，从开棺验尸到勘察现场，再到提审一程，所到之处，无不是一无所获。紧接着，市面上传来经钦差检验，孟大人确系死于自然火灾。哼，这不能不让宋某愧感呐。原来这么多天以来，我一直在被别人牵着鼻子转来转去。那是什么人在牵着我的鼻子来回转呢？卢大人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你是不是认为万劫皆过，万事大吉了？但是你不曾提防啊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宋某就跟你留了个小小的心眼。宋大人，你昨天还说孟知县是死于一场大火，怎么今天又说是被人谋杀了呢？卢大人，宋某初来乍到，不知深浅，不得不向卢大人有所隐瞒。你不是说焦尸嘴里还有烟灰吗？那是始作俑者弄巧成拙。此话怎讲啊？卢大人，盖因活人被火烧烤，酸水上涌，口中吐沫俱增，与进入口鼻之内的烟灰交融，即成糊状。而孟大人口鼻之内的烟灰，干若粉尘呐。由此可见，绝不是死于意外，而是被人谋杀之后焚尸灭迹。这真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卢大人，所有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，恐怕只有这一句是肺腑之言吧。为了进一步摸清卢大人的底细，在下使了一个小小的投石问路之计。这梅城县内，该是有一位仵作出身的县令吧？这和孟知县一案有什么牵扯吗？如果要是没有一位仵作出身的高人，那是什么人能够想到在干尸嘴里浇灰，来掩盖事实真相的高招呢？果不其然，卢大人一旦感到危机降临，马上抛出了一个替死鬼，把这一切罪责承担下去。那是什么人来扮演这个替死鬼的角色呢？要说仵作出身的人，还真有一个。杨主簿。杨主簿。卢大人为什么把杨主簿抛出来呢？其道理有三：第一，此人的确是仵作出身，卢大人不怕我核实；第二，杨主簿，你才是梅城县真正的当家人，而且孟知县谋杀案的操办人就是你。只有你能把这个罪责承担下来。第三，杨主簿跟卢大人的关系最密，知道的情况也最多。20年以前，你就是卢大人的得意门生。由此可见，此地仵作出身的绝不止杨主簿一人，还有一位高人，那正是卢大人您自己呀。这是薛某接人老底，卢大人可别见怪。宋大人这出戏越唱越离谱啊！既然杨主簿知道本州这么多事情，那本州为何还要把他抛出去？那不是自己找死吗？那正是卢大人步步为营之妙。你抛出杨主簿之前，就早已经设计好了下一步棋。你是想让杨主簿带着所有的秘密，在被缉拿之前，就消失在这熙攘的人间。
那么这样一来，这起谋杀案便是有了个结局。换言之，把所有的罪责推在一个死人身上，真正的元凶就死无对证，逍遥法外。你不是有心想离开此地吗？卢大人终于对我黑三儿下逐客令了。老夫能留住你的人，只怕也留不住你的心呐。卢大人，你怎么知道黑三儿想走呢？天上的事，老夫只知一半；地上的事，老夫无所不知。你想走，就带着你的表妹一块儿走吧。即便是想让我走，恐怕还是另有原因吧。50两白银，这是你为老夫办的最后一件事情，不会嫌少吧？黑某又岂敢和堂堂的卢大人讨价还价了？再加50两，你必须把活给我做得干净利索。杀谁？谁能担待梅城县命案的全部罪名？回来！你难道不问问这个人姓氏名谁吗？卢大人，您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老夫说谁了？能担得起梅城命案全部罪名的，只有一个人。谁？杨主簿。然而卢老大人没有意料到的是，黑三儿和这位杨主簿的拼妇，也就是这个叫6月红的女子，两个人是一对指腹为婚的表兄妹。杨主簿，你竟然也不知道，你亲自雇佣的黑三儿竟是卢老大人自己豢养的杀手。黑三儿早就有意带6月红远走高飞啊，所以他没有遵照卢老大人的旨意，在杨主簿的茶碗里下毒。他是想狠狠地敲一笔杨主簿的竹杠。好了好了，这50两黄金，足够你一辈子躺着吃的了。这只不过是你的9牛1毛吧？不错，我要是拿出我的全部银两换你的表妹，你干不干？你要是愿意的话，马上从这儿给我滚出去，到外面去雇辆马车。听见没有？拉着你的金子和银子，离开梅城。你还真把黑三儿给看走远了。听说过青衣无家吗？要说情义，你只不过是个指腹为婚，我和红姑娘才是。住口！我告诉你，你要真想换我的表妹，只有一样东西：天上的星，云中的月，你都说出来。你项上人头。成交。红妹，你们不能这样。要是因为我，你们2个人非得死一个的话，那让我先死好了。不关你的事，啊！你别忘了你对我说过的话。我说过什么话？你说过，我杨某要是出事的话，你每年的清明节上都要到我的坟头上去烧一炷香。有你这句话，我杨某就是死而无憾。来，动手吧，动手，快动手啊！你这个臭娘们儿，我真恨不能一刀杀了你！因为让我这样夺取一个男人所爱的话，就是不义。去，躲开！可是如果我要不把你带回家，违背了父母之命，我是不孝。你这个臭娘们儿，害了我黑三儿，成了不孝不义之人。黑兄啊，你能说出这么英雄气的话，
我杨某深感惭愧啊，这个不怪红姑娘的事儿啊，只怨我杨某太痴情了。好，既然咱们把话都挑明了，我呢也不难为你了，啊，我告辞了。站住！算我黑三儿有眼无珠，以前小看你了。可你和红姑娘也算恩爱过一场，你就不想给红姑娘见个贤？哎，黑兄啊，这何必呢？我杨某来此之前，就是给红姑娘来践行的。刚才听了你这番话，我杨某更想为你践行了。我要不领你这个情，就说明我不是个大丈夫。我去买酒。哎，门外已经准备好了酒，啊，红妹，准备几个菜。哎，还花什么钱呢？啊？哦，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呀！来，请。哎，你就不怕我这酒里下毒吗？哎，我料你不会。你凭什么？你要是自己能下手，何必花那么大的价钱雇我黑三儿杀人呢？好，杨主簿，你是轻而易举的就让黑三儿喝下了毒酒啊！药性正好在行至落马坡时发作，黑三儿翻身落马，一命呜呼，这与当年竹知县被谋杀如出一辙。卢大人，真难以想象，当时你见到杨主簿那一刻，那一惊是作何表情？这恐怕也只有身临其境的杨主簿看得最清楚。杨主簿，大人，我让黑三儿啊永远说不出话来。你，大人，您怎么了？黑三儿是谁啊？哎，不就是您让我找的那个杀手吗？这是你的事情，与我毫不相干。好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。今天是你师娘的忌日。哦，师娘生前待你如何呀？如同己出。你还有良心，倒没忘记。我略备点酒菜，晚上祭一祭，你就一块来吧。啊，干爹啊，孩儿实在是不能喝了，要是再喝下去，过那落马坡，就会重蹈竹知县的下场了。哎，不会，怎么会呢？老夫知道你的酒量，老夫再给你加点。哎，我来捡。哎，我来。哎呦，这筷子掉哪儿去了？来，在这儿呢。捡。老夫给你也满上。哎，好，哎呀，你看是。来，喝。好。哎，好，干爹，我先告辞了。啊，恕不远送。您别客气，我走了。宋某请钦差大臣的侍卫到府上取来了这把壶，想必卢大人不会见怪吧？杨主簿躲开了这把壶里流出的毒酒，却撞上了钦差大人布下的网罗呀！杨主簿可能到现在也没想明白，为什么你就那么倒霉？曾经为所欲为，今日走投无路。
无独有偶，昨夜有人撬开了竹知县的坟墓，欲将其尸骨盗走，一并被钦差大人的官兵擒获了。大人，请您吩咐带证人上堂。带上来。究竟是谁指使你们夜盗竹知县遗骸？是卢大人让我们盗的呀！是啊，是卢大人。卢大人，卢大人，不想对本钦差解释点什么？大人，可否请出竹知县的遗骸？请竹知县遗骸。是。抬上来。父亲，父亲！当年你喝下了卢怀德下的毒酒，在落马坡因为毒性发作而掉下悬崖。这半年来，女儿一路奔走，请来了宋大人。父亲，女儿为您伸冤，为您报仇了呀！父亲，您在天之灵若是有知，您就看一看这恶人的下场吧。父亲。丁姑娘，请起。卢怀德，既然你也做过验尸官，来，请你下来，跟宋某一起验一验，竹知县到底是不是死于毒物？不要再验了。朱梅婷，是老夫用毒酒毒死的，可他乃是自作自受。他要送老夫上断头台，可老夫先让他下地狱，这是天理呀！后生可畏，后生可畏呀！我出身卑微，呕心沥血，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家业，被你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全部给毁掉了。可老夫死而无悔呀！你小子就算有能耐，可你还欠点火候。你能从半年前的尸验出中毒，但你能从一具焦尸中验出他是怎么死的吗？我知道那个小女人把什么都告诉你了，你还识破了往焦尸嘴里塞烟灰的伎俩，可那没用。我老夫今天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孟良辰是老夫派杀手把他杀死的，一场大火焚尸灭迹。作为验尸官的宋大人，你永远找不到一丝丝的证据。一个没有证据的命案，即便是凶手伏了法，验尸官留下的是终生的遗憾啊！就凭这一点，我卢某比你还提高半筹啊！卢大人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好，你不就是想看看你行刺灭尸的证据吗？
宋某绝不会让你失望。不就是验醋酒泼，让地面见红吗？那可是一个不可重复的伎俩。听说你已经验过一次，就不可能再验了。宋某还有绝招，送你上断头台之前，再让你长一回见识。钦差大人，请下命将人犯们带进来。把人犯带上来。走。跪下。看我如何昭示你们杀害孟知县的罪恶！捕头啊，是，点火，是。就算是这一腔热血洒在梅城的山山水水，我也无怨无悔。我看那边有个僻静所在，去。人尸被火焚时，油脂溢出，随人体渗入泥地，用火烤灼，使渗入泥地的油脂重新泛出地面，与烟灰沾连。死者被焚前的尸位形状，便由此重现。快看！你看，这就是你杀害我孟贤弟的证据！你要给我贤弟偿命！父亲，您找我？狄仁杰断狱如神，苏无名判案神明，包文正刚正不阿，还有你的公公宋推官神断出名。这些做了古的奇才先贤，都曾经在刑狱神龛上有过辉煌的业绩，留下过惊世骇俗的传世手笔。可如今大宋朝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奇才怪杰，牛刀小试，竟然震动了朝野。早朝之上，当着百官，不但他自己出尽了风头，还让为父也大为露脸。为父断言，此人实乃大宋栋梁之才。女儿，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？您呐，说了这么半天，就是想让我夸夸您独具慧眼，为我挑对了夫婿，对不对？既然女儿这么说，为父也不得不承认，此番梅城，为父才亲眼领教了什么才是神。宋慈因破梅城县谜案建下奇功，被朝廷破格任命为大理寺正六品主事，被派往外省充任提点刑狱。
他洗冤尽报、扶良惩恶，破了一桩又一桩的疑难命案，成就了大宋提刑官的赫赫威名。